嘿、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今天就要来分享5大 iPhone 12必买的理由。喜欢这类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然后按赞加分享咯。好，那第一个理由就是全新的设计，或是你可以说它回归到它原本经典的设计。这一代的设计回归到先前 iPhone 4代跟5代，那相信是众多果粉们最喜欢的一代设计。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在边角这边，它回归这种全平面的设计。那这个一直是我自己本人也是最喜欢的设计。那我自己最爱的手机应该算是 iPhone 5跟 5S， 那就是先前的 iPhone SE 的第一代。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果粉认为这样的设计是最具有贾博士灵魂的设计，因为其实从 iPhone 6开始，它的边角是用这种有圆弧形的边角。那我个人自己是觉得 iPhone 6开始的设计我都不是非常的喜欢，虽然在手感上相对的是比这种直角的还要好握一点啊，可是我们毕竟还是有点视觉动物嘛，还是习惯这种比较漂亮经典的工业设计。那还有在这次全新的设计里面，终于加回来经典的小尺寸的手机。那这个会是应该算是市面上最小的 5G 手机，那就是 iPhone 12 mini。以我先前的经验来讲，我们办公室有非常多，特别是女孩子，她们都很喜欢这种经典小手机的设计。先前有一个同事，每年有 iPhone 发表会的时候，他都会问我说：“今年有没有小手机？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用再跟我讲。”所以我相信有非常多在等小手机的你们，看到今年的5.4寸的 iPhone mini， 应该都是非常期待拿到。OK， 那第二个理由就是今年的相机。这个相机当然是有分12、12 mini， 还有 Pro 跟 Pro Max， 他们在相机等级上有一点点差距。可是全系列来讲，这一次所有的相机都支援夜拍、深度融合，并不会像先前的 iPhone 11一样，就是只有主镜头支援夜拍的功能。那这一次终于也算是跟上其他手机厂的脚步，在所有的相机都支援这些功能。在 iPhone 11推出这些功能，但是让你觉得有点阉割版，所以这次 iPhone 系列全系列的相机升级，让我觉得比较算是一个完整版的功能终于推出来了。那至于 iPhone 12、12 mini 还有 Pro 系列之间的差距，其实我可以说大部分90%人都不会用到那些多出来的功能。那第一个最大的差距当然就是多了那一颗望远镜头，可是我们实际体验来讲，其实非常多人并不会用到望远镜头，所以买12或12 mini 基本上就够用。那第二个最大的差距就是杜比世界的拍摄。那其实4只手机都是支援 4K 杜比世界的拍摄，只是12跟12 mini 就支援到30 fps， 然后12 Pro 跟 Pro Max 有支援到60 fps。有人可能并不知道这种杜比世界 HDR 的拍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其实这一次的 iPhone 12系列会是市面上第一支可以用杜比世界 HDR 的方式去拍摄的相机，当然也是手机。那如果有人不知道 HDR 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高动态范围的一个规格。就我记得以前10几年前朋友买相机的时候，他们当初要用那台相机拍出 HDR 效果的相片，他们需要有脚架在那边，然后应该拍个大概5张到8张的照片，然后事后再放到 Photoshop 里面，然后让它慢慢的去融合起来。那很难想象现在10几年后，我们已经可以用 HDR 来拍摄影片，而且是在一台小小的手机里面。那先前在 iPhone 11代的时候，他们有延伸动态范围的影片拍摄。那其实在拍影片的时候，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有很亮的光在你前面或后面的时候，它还会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去演算出你皮肤应该显现出来的颜色是什么样。那这一次所加入的是真的 HDR 的标准，而且还是最高等级的杜比世界的等级。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期待，就是拿这个来拍一些日常生活的 vlog， 看起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那再来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Pro 跟没有 Pro 系列的差别就是 Apple Pro RAW， 那这个也是只有在 Pro 系列上面会有的。这个我也是觉得一般90%人都会用不到。那这里来细解释一点 Apple Pro RAW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专业的摄影师他们在拍照片的时候，他们都一定要使用 RAW 的规格来拍照片。首先在看到这个 RAW 档回来的时候，它的照片看起来会是比较平面，它的色彩并不会很突出、很立体。但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张照片它保留所有色彩原有应该保留的资讯，让你在事后要做后制的时候可以有更高的宽容度，在每个细节去做调整。但我相信一般人普遍的大众，包括我自己，并不会特别去拍这种照片，然后事后再花很多时间来慢慢的调角去做后制。基本上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部分的人会用到的功能。所以我认为这次你不管买的是12、12 mini 或是 Pro Pro Max 系列，它的相机都会让你非常的满意。好，那第3就是 A14 的晶片。那从现在的跑分看来，我们都知道 A14 的效能真的是远超乎于先前的想象。那虽然我个人并不是那么在意跑分，可是它可以直接在 A14 的晶片上面对 4K 60 frame 杜比世界的影片进行剪辑跟角色，光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效能真的有多强大。那在效能大大提升的同时，它在耗能上面又缩减了不少，因为不要忘记这一次 iPhone 12全系列的电池都是比先前还要小的。因你要买的机种不同，它整个电池的容量缩减大概是在10到20%左右，但是它的电池续航力跟前一代比起来是并没有缩
缩减的，所以看得出来这次的 A14的晶片它非常的强效，可是它在耗能上面又做得非常好的控制，所以不管你是平常要用手机来剪辑影片啊，做一些文书处理啊，或是拿来玩游戏，那这次 A14的晶片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值得。就算你是从先前的 A13、iPhone 11升级到这次的 iPhone 12，这个晶片的强效在你平常玩一些loading 比较重的游戏的时候，都会让你非常的有感。那我个人是很高兴看到苹果至少在晶片设计上这一点，并没有用挤牙膏的方式，慢慢一点点的进步，像某其他厂一样。OK， 那第4个原因就是这次全系列都会使用 OLED 的萤幕，然后还有加上它这次有超磁晶盾的萤幕玻璃在上面。那这次会是12的系列也使用上 OLED 的萤幕，虽然说它在整体的最高亮度上面跟 Pro 系列是有一点差距，可是我觉得一般人不太会感觉到。然后更何况他们在播放 HDR 等级影片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可以以相同的亮度去播放，所以我觉得这2个之间的差距会是非常小。在这一代之前，先前的11的系列都还是使用 LCD 的萤幕，那这次全部进到 OLED， 所以在全系列的萤幕显色啊，还有亮度上面是越来越平均。然后还有这次新加入的一个玻璃叫做超磁晶盾，那苹果并不喜欢用玻璃的方式去形容它，他说这个并不是一般的玻璃，是一种加入陶瓷合成的方式。那以苹果的说法，它的硬度是比先前的大金刚玻璃还要硬非常多，然后它防摔的程度是多于4倍。然后另一方面加上这一次的设计，它的萤幕玻璃是更贴近它的机身的边框，所以在防摔上跟先前比较起来也会有非常大的进步。那当然在一般的防刮上面也相对一定是会比先前的大金刚玻璃还要好。好，第5就是 5G， 这一次就是全系列的 iPhone 都支援 5G 的规格，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分一点，除了美国市场以外所用的 5G 都是有点半阉割的版本。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这一点我在5个不应该买 iPhone 12的理由里面也会讲到，可是我觉得就是看你使用的方式，然后以我的建议会不太一样。因为这次 iPhone 12系列只有美国出的版本会支援毫米波的 5G， 全部其他地方推出的版本都是只有 Sub 6的规格。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毫米波它其实在 5G 是一个更高阶段的 5G， 可是我们讲回来的话，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地方在毫米波的布置都还非常的不完全。那以台湾来说，就是根本还没有开始建制毫米波的基地台，连 Sub 6的基地台基本上都还没有建制完成。就算以现在美国市场的话，大部分的城市毫米波也还是在慢慢的建构之中。那除非你使用的是最贵的 Verizon， 那其他公司像是 AT&T 啊 T-Mobile 基本上也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简单来说，不管你住在哪里，这个毫米波几年内都不会有很完全的资源。那如果你使用电话的方式是你随时都想要测试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科技，那你换电话的频率大概2-3年内就换一次的话，其实你对这个有没有毫米波在里面并不会有太大的感觉。那就算拖到将近5年的时候，我都还很难保证到那个时候台湾的毫米波建制会不会很完善。然后更不要再提说，如果到那个阶段的时候，那 5G 会不会分成2个不同的费率，有毫米波的费率跟 Sub 6的费率。那我相信基本上只要在 Sub 6建制很完善的时候，那个速率就可以满足大部分90%的人。好了，那讲完这5点，我个人的话当然是一定会购买。那虽然这次的更新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更新，可是我觉得跟过去几年比起来，它更新改变的幅度已经算是蛮大。你有全新的设计，然后你有小尺寸的设计在里面，然后你这次相机就是全面的升级，然后 A14的晶片效能比我们先前所预料都还要再强，然后还有全系列的萤幕都已经升级到 OLED 的萤幕。那最后当然全系列的 iPhone 12都支援 5G， 所以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升级的版本。我不太会因为没有毫米波或者120Hz promotion 这个原因叫别人不要去升级。OK， 好，那也希望你们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为什么这一次 iPhone 你们一定要升级的原因，然后也希望你们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咯。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然后按赞加分享。OK， 好，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